嘿嘿，看看我又淘到了什么好东西！勇者传说系列的维霸地龙，为什么要淘这一套呢？主要是因为它。我小时候啊，以前也是在地摊上买过一个蓝色款的这个赛车，记忆特别深刻，深蓝色，然后这些拳头啦，中间的连接件这些都是白色的。那个玩了好长时间，当时就觉得什么，这个东西好帅呀，尤其它变形完了以后，人形赛车形态都很漂亮。小时候一直当它变形金刚来玩，而且就觉得它应该是幻影的这些角色后继的机型吧。也是在当时的那种挂卡包装，后边是背面印着说明书、变形指示啊，里边有合体的形态。当时还挺纳闷的，我说这个玩意儿竟然能组合，也没看出来它组合成哪个部分啊。年幼的我抱着这个疑问，后来也是在我们当地的商场里边，还有各种小商品市场来回的淘，来回的找，也没有找到后续的这些相关的成员。所以这套玩具在当年也给小小的我留下了一个深刻的怨念。如今我终于把这一套找齐了，品相很老了，东西也不全，应该呢。这一款后边还有一个白色的大拖车的车厢，上面是双层的，也可以把这些小队的成员放进去，就像通天晓那样把他们都搭载起来，而且盖板了什么的也可以摘下来当做盾牌使用嘛。但毕竟不影响单体的变形和最后的组合完成效果。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其实这一套的配置内容方变形金刚这边很像是飞虎队的这些成员，不过它是四合体的，也是让我有一点纳闷，为什么在一个车队里边会出现一个钻探机呢？当然看到了这个也让人恍然大悟啊！突然想到之前一些国产老弟在做老 G1 的飞天虎的时候，里边会加入计算王的成员。哎呀，我当时纳闷，怎么这些做老弟的都瞎做嘛？后来想一想，是不是他们把飞天虎和这一套弄混了呀？首先来看1号拖车的一个车头，很像汽车大师的这么一种感觉啊。那上边呢，这种用料材质啊，对于老玩具来说都是非常扎实的。而且上面的窗户这里还是用透明零件处理，老的贴纸已经有一些破败了，白色的部分也发黄。那变形很简单，直接把这一块90度折下来，两个脚尖翻出，上半身的变形这一块和擎天柱有点像，胳膊旋转过来，这里边都是有齿轮定位的。中间的扣子打开。头部的变形很有意思啊，它是不对称式的，要翻折这个盖子卡住，再旋转180度，偏心的轴拧到中间来。头雕塑造的还是非常帅的，勇者系的这种画风美型，可以说脑袋做的都是很好看的。但是也是为了照顾到合体的一些结构嘛，这一块的车头就这么直直的鼓在这里，好大的肚子呀，比那个一版的孕妇擎天柱肚子都大。我淘来的这一套配件也就剩下主体的这两个武器。那1号车我们就变形完成。2号车的样子看起来马力就很足了，侧面这里的大型排气筒，其实感觉还有点像热坡的那个味道啊。前边这里鼓起来的，就像是疯狂 Max 里边的 V8 引擎，变形也是非常简单，90度翻折下来，然后这里拉长，后边有一个盖子，翻上去，两个排气筒就变成了胳膊，头部的翻出，在这个引擎这里180度旋转出来。相对来说，这4个里边脑袋这个是最丑的啦，也是因为结构的关系吧，毕竟里边还要涉及到一个转轴。但新玩具的情况下，这些闪亮的电镀其实还是挺耀眼的，也是因为岁月的腐蚀痕迹，这些电镀看起来都斑斑驳驳的。也是啊，这个样子才有老玩具的味道嘛。3号是一辆 F1 的方程式赛车呢，这个才是让我记忆最深刻的，很漂亮。车型你看完整性很好嘛，而且这一款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你看现在4个轮子它是可以滚动的，但是当你变形的过程中，哎，腿部往出一翻，膝盖这里啊有一个左右滑动的轴，当你在直接变形的时候，就自动的把它张开了，相当于中间轮毂的位置有一个塞子，用摩擦力把它卡死了，哎。这个轮子在人形状态下是不会滚动的，哎，这个小细节想得很不错啊。然后两个拳头翻出来90度，肩膀打开，
前面的胸甲打开卡扣折下来，再往高抬，把肩膀抬上去以后再锁定胸甲，里边有插扣，侧面这里有2个凹槽，刚刚好掐轮子的边缘，哎，就变形完成了。这一款才是我童年的记忆，真的好啊，这个人形，尤其看头雕。正版的这个头雕比国产老弟做的更加的精细，而且你看这个勇者的味道。上期拍老玩具龙鬼的时候，人们说看一下铭文啊，这个是1992年台湾产的，也是距今30多年了，很有历史。所以拿起来它真的是满满的回忆，真不错这个人形。你看看这头身的比例，肩膀头雕的细节，哇，勇者系的画风真的太漂亮了。4号的钻探机，如果品相好的话，这2根突破天际的钻头电镀的效果应该会很亮吧。变形很简单，腿部双关节把它折出来，在胯部跟这里啊，其实还是挺紧的，因为侧面这里有一个凸点的凹，这里起到的是定位效果。2个胳膊90度往过一翻，哎，其实基本上就变好了。但很有意思的是，它这个头部啊，跟1号车异曲同工，是从侧面这里旋转出来的。嘚儿，哎，变形完成。同样这么点的一个头雕，造型刻画非常的漂亮，真不错呀。单体的人形1大拖3小，那我们开始进入它的合体过程。这款合体的设计简直，如今的眼光看起来也是惊为天人，不得不让人佩服一句妙啊。主体的变形，先回归车型，脑袋旋转到侧面来，打开这块盖板卡着的地方，胳膊往后翻。其实它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锁定的点啊，掰起来挺惊悚的，里边其实是个卡点，嘎嘣一声折过去，胳膊回归，哎，到这里就不一样了，肚子前方的中网，这里电镀的零件掀开，然后腿部整个的往前折，哎，这一点很有意思的就来了。机器人嘛，一般都是小腿要比大腿粗一些啊。在人形的状态下，单体的时候，小腿是这一块，但是你往上一翻，卡住之后，再把它倒个个，顺着中间卡扣打开，就变成了合体的双腿和裆部。哇，这个变形其实脑洞真的挺大的。3形态的兼顾确实有2把刷子，它把像汽车大师车顶那一块凸起的部分变成了脚底的位置，这里做了斜坡式的尾接地，整个的车头变成了小腿。那这样的话，就会比人形的这个小腿更粗了一截，而人形粗粗的小腿又变成了合体的大腿。这个比例的转换，哎呀，妙！下一步的过程，我们要拿出来3号机。打开这个盖子，胳膊继续回归到车型的状态，把这里2个拳头扣下来，然后膝盖解锁开折叠，这个时候胯部的轴要往前摆。哎，困扰我多年的这个谜题就来了。小时候看那说明书上面让你这样去合体，我说这变了个啥呢？胳膊不像胳膊，腿不像腿的。而现在呢，谜底终于要揭晓了。拿出来下半个身体，这里边有2个无损式的咬合，对应腿上的2个扣子插进去，同时半个轮子会埋在这凹槽里边，上边这里贴合好，前方这里又有一个无损的咬扣，2个脚心中间的空槽结合成了卡轮子的这个凹槽。哎，它组合的内容是一个裤衩子，当然还有腰子的一部分啊。它真的是我来组成裆部？我小时候都好奇了点啥？非常让人意外的这么一个结构吧。是上半身的位置，脑袋180度，再给它旋转回去，先把2个胳膊抬起来。然后转横90度，打开双腿中间的卡扣，左右90度张开，合体的大头立起来，再把这个滑道推下去，
接着把2条胳膊顺势耷拉在这儿。这时候再结合呢，黄色前面这里又出现一个无损咬扣的涂装，跟这里卡进去。后背这里有一个挂钩，跟这里勾住锁死它。最后是双臂，脑袋旋转180度，胳膊往后撇一下，分开。然后脚底下这里翻出90度2个拳头，顺着中间一劈2，也都是无损的咬扣。连接的关节呢，从这个地方往出翻，翻到头以后使劲推一下，里边有卡点，咯噔一下能把它锁上，就可以通过侧面的8棱轴无损式的把它咬上去。可以看看这个头身比例、身材，这个比例相当的漂亮呀，真的好看。唯一可惜的是什么呢？老玩具啊，设计起来照顾了合体形态，后背这里会显得有一些空，包括脚后跟这个地方也有一些空洞。所以呢，当时的老玩具设计呢，也想了一个解决方案，掏出来这2个武器，这儿预留了2窟窿，翻过来用这边的斜着插头给它弄2个肩炮上去。稍微的遮挡了一下后背的空洞，也让这款的人形火力更加猛了。其实要我感觉啊，勇者系的合体一般都会有那种后继的机型嘛，继续给它增加当 DLC 配件包之类的。如果说再能来一辆车，或者说是其他的载具什么的，变形完成以后给它这里做成背包，加2翅膀，然后增高鞋也好了，腿部侧面加粗的内容也好，能把这窟窿填一下，或者说再把手臂这里加粗一些啊。也不是不行。如果说再有后继的机型的话，给它继续续上去，其实我觉得这一款会更加的上一个档次啊。但总体来说，现在已经非常的帅了，更可想而知，这是一套1992年的玩具，而且就算这个样子，3形态的兼顾效果设计的是如此精彩，哇，这个真的太棒了！就算用如今的眼光看，有一些结构啊、变形的设计，真的都应该是现在的这些设计师们应该学习的，合理化、简约化，很省成本的做法。你看它的变形步骤没几步，没有多少零件，但处理完成的效果真的好看。我们再翻回来想，它在之前可是没有任何的参照物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从0到1的过程，而不是说像现在的一些玩具在以前的基础之上进行改进，结果组合的过程、变形的过程完全照搬老玩具，缩小了、简化了之后，还把身材比例弄得一塌糊涂，增加了大裤衩，还不如以前完全的一体变形。你们知道我点的是谁，对不对？我们再拿出这一款内容题材很接近的飞天虎，G1的飞天虎啊，其实它的设计会更加的古早，虽然说在80年代已经推出了，但是飞天虎的原始设计稿是早在戴亚克隆时期很早以前就有了设计原稿的。当然美型度上面这个就不是一个层次了。可是话说回来啊，在我的小时候接触这些玩具是差不多的年纪，几乎是同时间接触的。就以我自己的审美认知，退回到30多年前，这2套玩具同时摆在柜台里边，我肯定会毫不犹豫的选这一套嘛，对不对？不论是颜值、比例、帅气程度、变形好玩，虽然说它会比它少一个成员，但是我觉得这一套还是更香一些。那总的来说吧，虽然说勇者系列的人气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如变形金刚的这个 IP 人气高，但是不管从美型也好、设计结构也好，以及这些做工用料材质也好，我个人感觉我还是更喜欢老勇者玩具一些。虽然这套老 G1 飞天虎的设计同样很经典，但是咱们抛开这些情怀加成以及这些 IP 的属性，单就从这2套合体机器人整个的一个外观、一个变形过程来看的话，大家觉得哪一款的素质更高呢？虽然我手里的这一套威霸地龙只是一个残品啊，后边其实还有一个大的车厢，它也可以结合在后背，里边有一个凹槽，刚刚好卡住这后边的半个赛车。但是巨大的那个大棺材背在里边，其实组合上去也不好看，就现在四合体的样子，我觉得已经很帅了。所以最后也是非常的感慨，这么多年过去了，好的设计是能经得住时代的考验的。就算用如今的眼光来看，它的变形设
设计结构以及整体的一个美术风格、比例、身材的概念融入，这些都是非常值得称赞的。经典之所以被人们称之为经典，是因为它所展现出来的素质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被淘汰，反而是这么多年之后的我再次玩到之后的一些惊喜和感动。很佩服当年的这些老设计师们，他们从无到有的一个创造过程，他们真的是下了辛苦，用尽了心思去想做一款好的作品。而反观如今这些一代代新的设计师们，站在原先的老功劳簿上做出来那些不尽如人意的产品，甚至于如今的变形金刚产品，控成本、比例缩水、级别缩水、设计不思进取，来用一些现有的设计套路和框架换皮重涂。我们刚刚经历过了3套模具重涂整个 Cyberton 的合体战争时期，如今我们又要迎来大框架套成员的这种合体时代。而当时已有的 IDW 大力神无配件式的合体，如今也被做成了大裤衩式的外挂。最关键的，保了半天比例还做得特别奇怪。我就想问这些设计师，你们的审美在哪里？黄金比例分割线在哪里？你们在塔卡拉时代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这些企业文化在哪里？而这其中谁又应该真正的反思呢？回顾这些老玩具，在我们童年这些闪耀的地方留下一个锚点，再通过它来审视我们如今的这些玩具，或许才能感叹，原来我们小时候吃过这么多的细粮，才咽不下如今的这些粗糠。那么得嘞，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